Hello，大家好，呃，跟大家分享一个呃影视流程里面 UE 部分的一个制作啊。在这个流程里面呢，我们分为那个 LED 的虚拟制作或者叫虚拟拍摄一个流程，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传统绿幕拍摄的一个流程，都是通过UE 制作场景，然后来做一个环境。那么上面这一部分呢，就是曼达洛人的一个制作流程啊，它主要是用那个 LED 虚拟一个环境出来，然后呈现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拍摄。从这个项目之后，UE 才开始大量进入影视的一个流程更新。那么这个方式呢，它的成本比较高，但是它的优势就是所见即所得，导演可以实时看到结果。但它前期要准备的比较充分。我这里找了2张图啊，这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样子啊，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，但这个成本比较高。参与的项目里面呢是使用这种传统的一个棚拍啊，然后通过绿幕，那我们会建这么一个场景，最后通过 UE 制作场景来补全整个要呈现的一个效果。好，那么制作这个场景里面呢，我参与的部分呢，主要就是一个是卖喷这一块啊，通过 UE 场景，然后选一个那个特定角度，然后在一些小的镜头，运动幅度比较小的镜头呢，通过卖喷这种方式解决。还有一个就是通过 UE 渲染直接输出啊，当然这里需要那个镜头跟踪组来提供那个镜头跟踪的信息。然后呢，甭管是这个传统流程还是这个LED 的这个虚拟拍摄流程里面都会用到这个分层啊。虽然它这个前面可以完全一把出来啊，但有的时候它也会需要后期的进行一些补景的制作，同样也是需要给到后期一些这个分层的信息，然后最后到合成组里面，不管是用 Nuke 还是用 AE，它都逃不开这个分层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会告诉大家如何将一个就是将分层的文件输出成一个 EXR 的文件啊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我找了一个场景，然后我们来进行这个就是景深层的制作。我们先切成英文吧。OK，切成了英文。好，然后在这个面板，如果要是你没有的话，可以通过这里把这个面板打开，然后搜一个 post，然后把它选择拖入啊。这里如果不好找的话，也是搜一下 post，然后这就是我们刚刚拖入的那个，我们取个名字吧。好，然后进入它的 detail，进入 detail 之后，我们先要找到它的volume，然后打开它的那个无限空间啊，就是整个场景都会被它影响。然后我们进到这个层级里面，我建好了一个夹子，在这里建一个材质 M，我们主要是景深层啊，这一通道 DPTH。好，进到这之后，我们打开材质，把材质调成 Post 的这个材质，就是后置盒子的这个材质啊。然后我们搜一下场景，SE，找到这个Scene Texture，然后找到景深的这个环境景深，然后
用一个除法，然后我们把它暴露出一个参数，取个名字，给个默认参数5000，好，然后给它连上，应用一下，保存一下，给它变成一个关联材质，这里做一下 render， 然后给它加一下 reference， 然后把它拖过去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场景里面单独分出我们的景深通道。我们可以调节试一试，勾上，OK， 起效果了。要注意，我这里要说明一下，用这种方法分出来的材质呢，由于它是在这个场景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场景里面，所以你只能单独一层选出来。我们后面会想办法把它并到一个 EXR 文件里面。好，谢谢大家。